这只雪豹在2个月时间里，从内蒙翻越了贺兰山主峰，进入到宁夏贺兰山境内，远行370公里，究竟是为何？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2021年9月22日，国家林草局专家将一只内蒙古群众发现的雪豹放归到贺兰山内蒙古段哈拉乌北沟林区。2个多月后，研究人员在林区附近发现了疑似雪豹捕食岩羊后留下的残骸、粪便和毛发。在这只雪豹被放归的2个多月时间里，研究人员发现它经常往返于贺兰山内蒙古段与宁夏段之间，活动路线竟然长达370公里。因为这一地段处于永久冰雪高山裸岩和寒漠带，所以在当地生存的雪豹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它们的体力非常充沛，并且锻炼出了远距离跳跃的能力，既可以纵身跃下5米的高崖，凭借轻盈15米宽的山涧，在峭壁间如履平地。卓越的运动天赋让雪豹成为了优秀的山巅猎手，它们能够快速地捕捉猎物，然后将这些小生灵撕成碎肉。虽然雪豹非常凶猛，但是在野外却从不主动攻击人类。尽管雪豹有很强的好奇心，这点和大部分猫科动物相似，曾经就有雪豹在考察队员的宿营地附近活动，但第2天早上，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雪地上的一串梅花爪印。而在贺兰山被放归的这只雪豹，好奇心就更重了。它不仅从内蒙翻越了贺兰山主峰，进入了宁夏贺兰山境内，并且依然体力充沛，兴致高昂地连夜跋涉了20多公里，继续向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前进。根据科研人员的监控发现，这只雪豹每日活动非常频繁，少则3-5公里，多则10多公里。10多天里就发现了2只岩羊的残骸。这一路它走走停停，游山玩水，可以想象出过得有多滋润了。雪豹之所以会跋山涉水去觅食，是因为它们都生活在高原高寒的地带，为了捕食，它们往往远足到很远的地方，常常按照预定的路线绕行于同一个地区，需要许多天才能返回。因此它们吃饱了以后可以1个星期不进食。雪豹以岩羊、北山羊、盘羊等高原动物为主食，偶尔也捕食高原兔、旱赖、鼠类等小动物，以及雪鸡、马鸡、红雉等鸟类。在食物缺乏时，也会下山捕食家养的牛羊。在贺兰山寒冷的冬季里，这只雪豹穿梭在贺兰山的山林间，在这片丰富的物产资源之间肆意觅食。因为雪豹是大型的猫科动物，吃起东西也像个小猫似的。得到了美味的雪豹，先用爪子抓住猎物，然后用磨牙的方式把肉撕成小块，慢悠悠地吃掉腹部和内脏，然后再吃肌肉，最后把头也吃光。这份大餐才算是完美解决。冬季的贺兰山空气寒冷，风声吹过树林都会抖落一阵风雪，但是雪豹却毫不惧怕，它有厚厚的毛发帮它抵御寒冷。不仅如此，雪豹的长尾巴长着浓密蓬松的毛，有时因为尾巴过于粗大，便会把尾巴盘起来，将自己的身体圈进尾巴里，变成一个卷曲的圆圈。这样一来，它在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抵御风雪，把自己烘得暖暖的。雪豹的生活离人类社会很远，因此人们对它的了解很少。高冷凶猛就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但是这位高冷的雪山之王私下里却喜欢一言不合摇尾巴。这条长长的尾巴不仅让人看了都想抚摸，连他自己都爱不释嘴。这样既高冷又可爱的大猫，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大呼可爱。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可爱却高冷的雪豹因为非法捕猎、栖息地缩小、食物资源枯竭以及人类捕杀等诸多因素，数量急剧下降，曾一度成为濒危物种。雪豹的毛皮不仅有着美丽的花纹，而且保暖效果非常好。有传说，如果冰天雪地中睡在它的毛铺成的毛毡上，就如同睡在火坑上一样。人们都称它为带火的褥子，因此雪豹一直是人类狩猎和捕杀的对象。许多人为了获取雪豹珍贵美丽的皮毛而猎杀它，还有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认为雪豹的骨头可以治疗多种病症。捕猎雪豹用来入药，导致雪豹偷猎贸易屡禁不止，加速了其种族的濒危。
同时，雪豹的栖息地因为人类的活动被割裂成了一个个孤岛，过度放牧使得草场退化，也对雪豹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影响。在中国，雪豹的数量甚至少于大熊猫，只见雪豹皮，不见雪豹，实在是让人痛心啊！中国作为全世界雪豹分布最多的国家，约有60%的雪豹栖息地位于中国。为了保护雪豹，它被列为我国国家1级保护动物。国际雪豹基金会、雪豹保护协会等多家组织都开展了工作，他们关注并研究雪豹，同时也开展了教育工作，呼吁人们爱护雪豹，尊重自然，理解自然。而且国内也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对买卖交易